2025年度最佳魔幻现实主义大戏，德国准备花公家的钱拆自己家的东西。彭博社还有好几家外媒11月1号报道说，这个德国政府正考虑要不要动用公共资金补贴给那些电信运营商，让他们去加速拆除通讯网络里的华为和中兴设备。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这就好比是你家刚装修完，这个家电西门子全套配齐了，那用的好好的呀，你邻居跑过来说你这西门子不行不安全，你得赶紧给我砸了，砸了我心里才踏实。你还就真听了呀？说行，我砸，我不仅砸我还自己掏钱请人来砸，这不就是自残吗？这笔自残费要多少钱呢？人家给算了笔账，至少20亿欧元。那20亿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164亿啊！这德国老百姓现在冬天取暖费都快交不起了，德国政府咣当一下准备掏164亿去拆那些用的好好的、安全没有出过任何问题的基站。这个事德国那3大运营商他们乐意吗？他们嘴上跟政府说行，我们听话，我们承诺2027年之前慢慢换。可是私底下呢？私底下早就骂翻天了。这帮运营商的 CEO 估计是天天凑一块唉声叹气这政府是疯了吗？换设备不要钱呀？那换了设备，这个信号能有以前好吗？德国老百姓的5G 覆盖目标还完不完得成了？你想这个政府就算你补贴一点钱，能全包吗？这164亿是至少，搞不好最后打不住30亿、40亿欧元都得用上。那这中间耽误的工期、损失的客户、信号变差的骂名，这笔账谁来算？所以运营商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德国政府呢，铁了心要干你问他为啥？为了国家安全。好家伙，这帽子扣的！而且你猜这笔钱，这164亿人民币从哪儿出？列入国防预算。我今天真是长见识拆自己家的5G 基电，这算是哪门子的国防这是要防御谁防御老百姓上网太快吗？还是防御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太好那这个事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背后呢水深着呢。咱把这个时间往回倒，要说这拆华为的事这根儿根本就不在德国，这根儿在美国。这美国要整垮华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华为这个小强太硬了光靠美国自己掐不死，怎么办呢？小弟们都给我上，谁也不许买他家的东西。美国必须拉着他那帮盟友一起扼杀华为的海外市场。至于你们损失多少钱网速倒退多少年，那不归我管，你们自己想办法。这最先响应的是那亨卡二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俩是美国说啥干啥，没二话。2020年英国也嗷一嗓子跟上了，但是当时呢，欧洲大陆的领头羊德国明确拒绝了。那个时候谁在台上？默克尔。那咱得说这个莫大妈那真是个明白人，是个政治家。2020年7月他和他的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顶着美国的巨大压力，公开说我们不会把华为排除在5G 网络建设之外。为啥呢？因为德国的利益。默克尔心里有杆秤，我德国搞工业 4.0 要的就是稳定、高速、便宜的网络。华为的设备性价比全球第一，安全上你又拿不出证据，我凭什么不用呢？美国一听急了美国自己不好出面，就开始鼓动德国的内鬼。当时德国联邦会议里有几个亲美派跳得特别高，一个叫罗特根，一个叫瓦德夫尔。这俩人天天在议会里喊话默克尔，总理你要重视国家安全你这是在破坏德美盟友关系行了，别喊了，你们说不安全，那证据呢？拿证据来。这默克尔转头就让德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局去查，安全局是里里外外查了个底儿掉，最后这个报告交上来了，结论是俩字儿：安全。这就尴尬了美国和罗特根这帮人还不死心，这默克尔一看这帮人真是太能搅和了。那最后呢，他选了个折中方案，行，我不点名华为，我让网络管理局出台个安全准则，以后谁来投标都得遵守这个准则。这事就这么被默克尔给和稀泥和过去了。这德国既保住了5G 建设，美国那边也暂时消停了。2021年的11月，美国大选，拜登上台，这个事就告一段落。但是呢，2021年底，默克尔走了，明白人下台了换上来一个交通灯联合政府。那为啥叫交通灯呢？红灯社民党，黄灯自民党，绿灯绿党。这个绿党一上台可了不得呀！这德国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这两个人又把华为这个事给刨出来了。
舒尔茨呢，他其实想学默克尔继续和稀泥，可是他没有默克尔那个威望啊，他压不住这两个娘子军啊，就这么周旋了1年多。到了2023年，这股子歪风又起来了。欧盟那边呢，冯德莱恩也出来拱火，通过了个什么安全条例，把这个华为、中兴列入高危名单，要求欧盟各国必须去风险化。好家伙啊，美国、欧盟、德国内鬼三方配合默契，但是呢，还是没有证据。哎，你猜怎么着？那找不到窃密的证据啊，他们呀换了个理由。我们不再说华为窃密了，我们说中国可以在特殊时刻切断德国的网络通讯。哎呦喂，这叫什么理由啊？这叫莫须有 plus 呀！那照这个逻辑啊，美国波音的飞机是不是可以在特殊时刻全停飞啊？那你德国还买不买波音了？那美国微软的 Windows 系统是不是可以在特殊时刻全给你黑屏啊？你德国政府的电脑全砸了吧？这不就是扯淡吗？可是人家内政部长就拿着这个扯淡的理由，2023年9月宣布要搞个新计划，2026年之前全面停用中国设备。舒尔茨一听不行，当场否决。为啥舒尔茨敢否决？因为德国的企业和运营商快把舒尔茨的办公室门槛给踏平了。总理啊，你可想好了，你要是敢拆，德国工业 4.0 就废了呀。明镜周刊当时就登了个数据啊，德国全境82000个移动信号站，59%是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将近5万个呀。那5万个你全拆了再重建，德国是钱多的发慌吗？还是吃饱撑着呀？那中国这边呢，当时也是苦口婆心啊，结果呢，人家不听劝。到了2024年，中国厂商设备在德国 5G 建设里的占比不但没降，反而提高了65%，为啥呢？因为好用啊，便宜啊，这运营商嘴上不说，身体很诚实啊，而且呢，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问题。这一下可把那位内政部长给急坏了。2024年的7月11号，他又开了个发布会。Wir haben, wie Sie wissen, die Risiken durch kritische Komponenten der beiden Hersteller Huawei und ZTE in deutschen 5G Mobilfunknetzen sehr genau geprüft. Wir haben jetzt eine klare und strikte Vereinbarung mit den Telekommunikationsunternehmen getroffen. Im Kernnetz dürfen die kritischen Komponenten spätestens Ende 2026 nicht mehr eingesetzt werden. Im Zugangs- und Transportnetz müssen die kritischen Managementsysteme spätestens Ende 2029 ersetzt werden. 第一步，2026年前核心网里的中国件全滚蛋。这第二步呢，2029年前接入网基站里的全滚蛋。理由呢？我相信，我认为，我怀疑，我感觉，反正就是不安全。不过老天有眼没过多久，这届交通灯政府因为这个支持率崩盘垮台了。哎，你以为这个交通灯走了，这个德国就清醒了？不，现在上台的是莫茨内阁。这帮人对中国的恶意比交通灯那帮人有过之而不及。连蹦床运动员都知道不能碰的台海问题他们都敢天天在那儿逼逼。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又主动把华为议题给捡起来了。现在他们考虑的这个补贴164亿的方案，其实就是当年那个2步走计划的翻版，就是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了1年而已。那为啥还在考虑还没有最终决定呢？这根据分析有3点：一，有人反对，像德国选择党这些在野党，这个脑子还清醒，在议会里天天骂，说这是卖国。二呢，怕中国报复，你敢砸我华为的锅，我就不敢砸你奔驰宝马的锅吗？这报复力度有多大？德国心里没底儿啊。这3，德国企业真急了，那些工业巨头天天跟政府说，老大呀，你现在看看咱们自家的工业制造能力行不行啊？那你拆了新的能跟得上吗？但你看德国某些人那股疯狂劲儿他们是真准备自残了。我跟你说个例子，为啥非要拆？那所谓的安全风险纯属莫须有。但凡有一丁点儿证据这个西方媒体早就闹翻天了，还能等到今天这真正的理由可能恰恰相反，不是因为华为不安全，而是因为它太安全了，太安全了，妨碍了某些偷窥怪的变态爱好了。咱们来算算这笔账164亿人民币根本不够，那只是个起步价。这个业内估计全换完至少得30亿欧元起。德国政府说我补贴一半，那另外一半呢？运营商自己掏吗？这运营商是开银行的吗？最后这笔钱100%会转嫁到德国老百姓的网费上。
还有啊，德国是华为在欧洲最大的单一市场，华为的欧洲总部啊就在杜塞尔多夫。那这种合作深度啊，你强行替换，对于德国来说，那不是换零件啊，那是活剥皮啊，有前车之鉴啊。伦敦当年是屁颠屁颠跟着美国把这个华为给拆了，可是现在呢，成了欧洲网络体验最差的城市之一，信号差是一塌糊涂呀。柏林是想跟着伦敦看齐吗？再说了啊，你拆了华为谁来补啊？诺基亚、爱立信？不是我瞧不起他俩啊，他俩的技术啊，那产能根本填不上华为留下这个大窟窿，这可能导致一个最魔幻的结果：德国拆了5G，未必能实现5G替换，很可能直接倒退回4G。哎，你再往长远看啊，现在中国都开始玩5.5G 了，6G 都在研发了，欧洲呢明显落后了。你德国现在把最先进的师傅给赶走了，你以后还想不想升级了？所以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啊，就是一场政治秀。德国政府想拿华为在德国的市场来要挟中国，这种自残式的要挟啊，不会有任何效果。以前中国还劝啊，兄弟啊，别跳楼呀。现在中国一看，行吧，你非要修仙，那你就去修吧。哎，你跳吧，我在下面看着。冬天到了，我前2天啊看到欧洲新闻网报道说，这个德国的供暖成本比2021年飙升了82%。柏林，德国首都啊，家庭取暖费翻了2.8倍，从1个月140欧元涨到了390欧元，老百姓连洗澡都不敢多洗1分钟了。哎，你政府还有164亿的闲钱去拆除那些用的好好的基站？默克尔当年提出的德国工业 4.0 目标，现在看啊，已经成了空中楼阁了。哎，你连最基础的网络5G 都保不住了，你还工业 4.0 个啥呀？我告诉你啊，这笔自残的账单最后谁来买啊？不是那些政客，他们干2年啊，拍拍屁股就走人了，重新就业，该拿高薪拿高薪。也不是那些大企业，他们一看德国这营商环境不行了，他们可以外移到中国，外移到美国，最终买单的就是德国的老百姓。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